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在12月28日宣布，俄罗斯武器弹药的产量增加了50倍，而基辅仅仅将武器产量翻了一番。另外有数据显示，俄军每月消耗44万炮弹，是乌军消耗的4倍。可战场上双方的战线几个月都没有大的变化，而这还要从两军的炮弹数量说起。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了快2年，除了满天飞的各式无人机，并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技术兵器，而是数量众多的传统火炮和火箭炮。据统计，俄乌战场上70%以上的战损是由炮火造成的。炮战已经是俄乌两军最常见的交战形式，因此双方消耗最大的作战物资就是炮弹。俄乌两国都继承了前苏联大炮兵主义的衣钵，另外两军在空中力量的运用上都乏善可陈，因此双方在攻防作战上都高度依赖地面炮火。自开战以来，几乎不计成本地相互倾泻炮弹。据报道，在交战高峰时期，日军发射炮弹超过10000枚，而俄军更是可以达到日均5万发的水平。这种消耗速度远超外界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预计。在2022年，俄军炮兵每天发射炮弹2万至6万发，每月炮弹消耗量可达60万到180万。到了2023年，由于战损和供应问题，俄军的炮击强度有所下降，但每月的炮弹消耗量依然高达44万发，是乌军消耗量的4倍。可俄罗斯的炮弹产量却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问题，俄炮弹月产量估计在2万发到9万发之间不等。据俄罗斯军事博主称，俄罗斯每月可以生产 5.8 万枚炮弹，同时可以翻新 14.1 万发旧炮弹，总数可以达到近20万发。日军生产和翻新炮弹数量大约6500发，仅满足俄军单日炮弹需求量的1半左右。同时，俄罗斯的重工业实力一直在退化，如今已经远不如苏联，生产的炮弹数量还在逐步减少。甚至有消息称，俄罗斯已经从朝鲜购买炮弹，并命令炮弹工厂昼夜不停地生产。这说明俄军同样面临炮弹短缺的问题。而且俄罗斯除了面临数量问题外，炮弹的质量问题也非常严重。从朝鲜购买的炮弹运到俄罗斯时，前线的俄军士兵对其进行了抽样检查，随即抽取5发152毫米口径炮弹，发现其发射药成分、重量都不一样，这让俄军打炮的准头更加感人。俄军炮兵认为仅5个样本就有这样，表明这些炮弹存在系统性问题，意味着俄军炮兵在射击这些炮弹时，不仅自身要面临炸膛等危险，而且因为弹道问题，要摧毁一个目标就必须射击更多炮弹，耗费更多时间，而长时间停留在一个炮位上，无论对于哪国炮兵来说，这都绝对是致命的，也进一步变相地削减了炮弹的数量。可即便双方炮弹都不足的情况下，俄军炮火优势依然存在。西方竭尽所能地为乌军提供弹药，依然跟不上乌军的节奏。早在2023年2月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公开承认，乌克兰眼下弹药消耗速度是我们生产速度的好几倍，这让我们的国防工业承受压力。其实这话说的有水分，承受压力不等于造不过来。根据当时的氛围来看，这话更可能有其他作用。2023年3月，乌克兰时任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称，乌克兰每月平均消耗11万发155毫米炮弹，但因为弹药不足，乌军拥有的300多套西方火炮系统在80%的时间里都处于闲置状态。他强调，如果弹药充足，乌军炮兵每月可发射 59.4 万发炮弹。据乌克兰方面称，为了使其拥有的西方火炮发挥最大效率，他们至少需要全俄弹药的 60%， 即每月 35.6 万发炮弹。因此，乌克兰希望欧盟每月至少能提供25万发炮弹，余下 10.6 万发缺口必须由其他西方伙伴填补，主要是美国。然而，乌克兰方面的要求相比西方国家的炮弹产能简直是狮子大开口。令人尴尬的是，作为世界第一军火生产国，美国目前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仅为 2.4 万发，虽然相比开战前的 1.6 万发已经有很大进步，但要满足乌军的需求依然有些力不从心。
美国炮弹生产率之所以如此低下，还得从二战那时说起。对二战历史熟悉的朋友都对美国战时军工生产能力印象深刻。那时，美国作为盟国的兵工厂，制造坦克、飞机、火炮这类重型装备都以万为单位，而弹药更是数以亿计。然而，在武器制造技术相比二战时期空前进步的今天，美国竟然会为数百万发普通炮弹而头疼，其实这并不奇怪。自从二战以来，在美军的作战体系中，空中力量在火力投送领域早已占据主力位置，加上精确制导弹药日趋普遍，传统地面火炮的角色逐渐弱化。而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，再没有卷入大规模正规地面战，自然无需生产过多的普通炮弹。需求的减少也意味着产能的萎缩。那么，以美国的技术能力恢复炮弹产能，岂不轻而易举？事实并非如此，炮弹的生产要素无非是原材料、技术工艺、生产设施、加工设备以及劳动力几方面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欧美在原材料上不存在问题，拥有巨量的原材料储备，而且还有大量现成的钢材可供使用，在技术方面也不存在障碍。毕竟普通炮弹早已服役多年，工艺成熟。其实，欧美恢复炮弹产能的最大瓶颈就在于生产设施、加工设备和劳动力。以美国为例，如今美国炮弹生产规模相比二战时期几乎就是个零头。当年美国有85家弹药厂，而现在只剩下6家，而且都是平均厂龄80年的老厂。换而言之，都是二战前后建设的工厂，厂内用于切割、加热、锻造和弯曲钢材成型的机械设备，甚至还是二战时期留下的，其陈旧程度可以想象。而且工厂数量大幅减少，也意味着从事炮弹制造的产业工人数量稀少。无论是更新升级机械设备，还是重新招募培训工人，都将耗费大量的资源成本和时间成本。最近1年来，俄乌战场的现状让五角大楼逐渐意识到，大量发射非制导炮弹的传统火炮对这场战争至关重要，开始采取措施提高炮弹产能，有望在2024年将产能提升500%，达到每月8万发。再加上库存的炮弹，基本可以填补乌军的需求量缺口。至于欧洲各国的炮弹月产量总和，在短期内也不可能达到25万发的水平。根据不同的消息来源，欧盟各国目前月产2万发至5.5万发各型炮弹。德国莱茵金属公司是西方最大的炮弹生产商，每月生产约3.75万发炮弹，并计划将产量提高到月产5万发。欧盟有12个国家能够生产155毫米炮弹，外加英国和挪威，欧洲各国的目标产量将达到每月8.3万发。如果欧美的炮弹增产目标如期完成，那么理论上每月是可以向乌克兰提供16.3万发炮弹。相比乌军目前的消耗量增加了50%，但仍然不足乌军理想中每月35.6万发炮弹需求量的一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迄今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200多万发155毫米炮弹，这些炮弹都来自美军的旧库存。美国没有公布其155毫米炮弹的库存数量，但美军可能会用新生产的炮弹替换储备的旧炮弹，以维持本身所需的库存量。另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，迄今为止，盟国为支持乌克兰已经耗尽了库存，如果不加紧生产武器，这种情况将难以为继。但从最近公开的新闻报道来看，欧洲国家的支援力度有所提升，12月支援的炮弹武器相较于11月甚至高了10个百分点。乌克兰在西方的大力援助下，与俄军抗衡了近2年，成功将俄乌战争拖进了持久战。在战场上已经与俄罗斯可以保持相对均势，但火炮方面劣势依旧，即便得到大量性能先进的西方火炮依然如此。欧美为了维持乌军炮兵的作战能力，已经给出了不少对策，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尽可能的收购各式苏俄系火炮弹药，特别是冰雹火箭炮的122毫米火箭弹和各类152毫米炮弹，以便乌军拥有大量苏式火炮，能够继续发挥效力。不过这类弹药也有一些渠道问题，那就是在俄罗斯以外可供货源很有限，仅有东欧几个前华约国家还在生产，而且并非长久之计，根本上还是需要为乌军炮兵换装西方装备。美国已经向乌军提供集束炮弹和制导炮弹，以弥补普通炮弹的不足。集束炮弹能够抛洒大量子弹药，杀伤面积和对集群目标的毁伤效
效果远超普通炮弹。以神剑为代表的精确制导炮弹内置 GPS 系统，具备目标坐标编程功能，命中精度可在2米以内，发射1发就可以摧毁需要10发到50发普通炮弹才能消灭的目标。而且制导炮弹无需经过复杂的炮术计算和试射，可以做到即打即走，极大提高了炮兵的生存率。而且较低的炮弹消耗率也有助于延长身管寿命。不过，无论集束弹药还是制导炮弹都存在局限性，集束弹药存在2%到40%的哑弹率，无论战时还是战后都会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。神剑炮弹最大的问题就是贵，单发的成本高达10万美元，而普通的 M795 榴弹的价格不超过3000美元。另外，为这种炮弹质量过高造成产量提不上去，年产量仅为1000发，迄今为止仅生产了15000发，其中3000发到5200发已经提供给乌军。美国为了进一步弥补差距，向乌军提供 M270 和海马斯使用的制导火箭弹，并升级到射程更远的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，使乌军能够继续运用这款抗俄神器，对俄军后方实施点穴式打击，展开非对称作战。相比神剑炮弹，制导火箭弹的生产情况稍好，年产量约5000枚，后续可提升至1万枚，理论上可以保持每月援乌400枚的节奏。ATACMS 已在不久前交付乌军并投入实战。有消息显示，美军提供的是1996年生产的导弹，而美军至少有1200枚早期型导弹库存，短期内也能维持一定数量的供应。上面这些措施还是从装备和弹药层面提出的解决方案。除此之外，乌军炮兵想要依托现有资源，逐步扭转相比俄军的劣势地位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发挥西方装备的优势，展开反炮兵作战。在空中力量缺失的情况下，以己方炮兵反击敌方炮兵，就是大幅削弱敌方火力的有效手段。相比俄军现役火炮，西方火炮在技术水平和信息化程度上要略胜一筹，在反应速度和射击精度上颇有优势，因此在反炮兵作战上更具威力。公开信息显示，乌军的反炮兵作战明显要胜过俄军。根据西方的一项统计，在重炮方面，乌军与俄军的战损比是1:3，自2023年6月开始反攻以来，这一比例增加到1:4。除了有限的精确制导弹药外，西方国家还向乌克兰人提供了反炮兵雷达，能在来袭的导弹和火箭弹落下前就计算出敌方的火炮位置，从而使己方炮兵实施有效反击。乌军把反炮击雷达与无人机相结合，使俄军的火炮不得不频繁转移阵地，也间接降低了俄方火炮的作战效率。综合这些条件，俄军的4倍火力优势完全被乌军给抵消了，这让普军非常难堪。不过泽连斯基也因为反攻没有进展被人诟病。俄乌战争现在还看不到结束的希望，俄乌两军的炮兵对决还将持续很长时间，最后的胜负尚难预料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之后将是世界上战争遗留爆炸物最多的国家。姑且不论本来就存在大概率哑弹的各类级数弹药，就是俄军常规的152毫米炮弹也有10%到30%的哑弹率。截止2023年8月，超过30%的乌克兰领土受到未爆炮弹的污染，加上俄乌两军还大量布设地雷，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清除。乌克兰的抗争之路还很长。今天的战报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大兵，我们明日战报再见。